说是车臣武装恐怖分子，但由于车臣跟俄罗斯之间呢由来已久的这种矛盾。那么执行者是谁？两个女的，叫什么名呢？最后呢，把这个名字，大伙儿一看呢，不足为奇，普普通通名字，可是他们这外号很令人恐怖，叫黑寡妇。这黑寡妇再现江湖，引起俄罗斯上下一片恐慌。什么是黑寡妇呢？这个黑寡妇啊，其实它原来是个专有称呼，就指车臣这块的武装分子跟俄罗斯打仗，最后呢被打死这些车臣的武装分子啊，他们的老婆或者他们的姐妹或者他们的母亲，反正都是女的，女性直系亲属，这不自己的丈夫啊、哥哥弟弟或者是儿子呀，在战争当中被弄死了吗？他们心中充满仇恨，决定出来报复俄罗斯。怎么报复呢？这些人呢，带着这个黑色的突击，穿这黑色的长袍。我们知道黑色是死神的颜色，把这个炸弹绑在身上，专门到你这个人来人往比较多的地段引爆实施炸弹，把我自个儿你们也好不了，人肉炸弹。这样的女人被称之为黑寡妇。要说这黑寡妇可够狠的了，现在这个黑寡妇袭击的手段不像过去，以往最早一次这种袭击呢是本世纪初，个人单独行动。现在这黑寡妇啊，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怎么配合呢？比方说我头一位到这个繁华地段，炸弹拉响，我炸死了，周围就稀哗啦也死不少人。这完了，你得马上警察呀、围观群众啊、组织都过来看了呀，这赶紧这个现场的场面得维持，人越聚越多。这时候第二黑寡妇再把炸弹拉响，这回的伤亡比第一波还要大，而且一般人的思维好了，都炸一回了，第二回没事的过来救援来了。没想到这第二还在这等着。那么这次俄罗斯相关部门一调查，其中有一个黑寡妇，你都想不到，刚刚17岁，名字叫阿卜杜拉·赫马诺娃。说17岁，他是怎么回事呢？一问，一调查，她的丈夫她15岁的结婚，她丈夫前几年呢，在跟俄罗斯这个部队打仗的时候，她丈夫被打死了，所以这个赫马诺娃呢，幼小的心灵里呢，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她就冲锋陷阵，充当这个自杀式袭击的人肉炸弹。最后现场整理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封烧焦的情书，什么让我们在天堂见，还有这个字样。有人说这个黑寡妇真够狠的了，看来这个仇恨是不得了的。各位，这黑寡妇不都是满腔仇恨，它里边也有迫不得已的因素。怎么回事？说到这，咱就得说说这黑寡妇怎么来的，什么人招募他们？因为你就这样人来了，你不培训他，发也不会自杀式袭击的种种办法，所以非得有一个基地来培训他。那么从哪儿招募去呢？大致招募这3种人。第一种，就我刚才说这个，其直系亲属死在对俄罗斯战争当中，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在俄罗斯北高加索一带它这个民间风俗呢，如果哪个女孩失去贞洁了，就是被强奸了，往往周围人都不原谅，她日子难过。有的时候就找这样的，这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到我们这来吧，我们给你温暖，然后一通洗脑干这个。说要没有这怎么办呢？那就让这些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强奸某个女孩，让她直接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这第二类。第三类呢，是这个地方很穷，有的家里头如果这牺牲一个人，这家都活不了。所以有时候家里这女孩说，我为家里做牺牲吧，我去干这个去，我要是自杀式炸弹袭击成功了，你能给我家留个2-3万美金，够我们活个5年6年的。基本上就这3类人是这个黑寡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谁来招募黑寡妇呢？一般的2人配合，先来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当说客的，说好听的，后边呢跟2-3个膀大腰圆的这个小伙子到你这家里头去，动员你跟我们去吧。
哎，你要是愿意去，那更好，给你家扔点钱；你不愿意去，就动手抢人。有的家怕报复，哪敢惹这些恐怖分子，只好让自己孩子去了。那么，到了基地怎么训练呢？首先一点洗脑，是在讲俄罗斯多么可恨，杀了我们的子民啊，对我们压榨，我们现在这么穷，都是因为他。要想争取美好的明天，都有牺牲精神，还有宗教式的洗脑。哎，说这洗脑都有的人好使，有的人不好使，不好使也不要紧。现在还有的办法，怎么着？在意志上摧残你，知道吗？比方说让你沾上毒品，让你吃些致幻剂。这后来有人研究，这个黑寡妇梗自杀式袭击的时候，他不全是神志清醒的，有的人是迷迷瞪瞪就去了，到那咔就把这个炸药包给摁开了。后来有人调查，我说黑寡妇这个血液样本里边啊，大多数里头都有毒品，以毒品产生依赖，产生幻觉之后，这人干什么事自个儿控制不了。说那不对，那有的临到要上去了，生死关头，他能不害怕吗？哎，有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一个黑寡妇搞自杀式袭击就他自己去了，或者就同伙，后边往往有一个控制者。对你这个炸药包，这个能够引爆的，除了你自个儿能引爆，人家那边也有能引爆。一看着你要畏畏缩缩不敢上前，咔人马上引爆，把证据都给你销毁掉。所以后头都有人控制。有人说你这是怎么得来这个消息？哎，咱们再说一个例子。2003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车臣派出来的黑寡妇，他名字叫这个穆沙霍娃。这些我刚才说这些怎么洗脑啊，从哪个人里选的，这都是穆沙霍娃的供词。说他被抓起来了，哎，他搞自杀式袭击没有成功。2003年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穆沙霍娃呀，就来到了莫斯科一个咖啡馆，坐了一会儿呢，你看这地方人不够多，咱一想引爆折了，人就倒霉，他不然怎么炸药的装置不对，你这没报警，他心里就一惊啊，站起来之后赶紧往外边走，走的人多，说这又问一下又没有，先后3次，还就慌了神了。可是，在广场之上，他这个惊慌失色的，哎，就有俄罗斯的便衣警察发现了，上前盘问，支支吾吾，拿下，回去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不是还有一个在外边引爆的吗？他也敢被逮走了或者退缩了，那边还也倒霉，那按钮也不好使，他的炸药没爆了，最后爆不爆到底爆炸了，谁倒霉了？一个拆弹专家倒霉了。有个拆弹专家拿过来说，我给他拆着吧，看来这有故障。哎，在那儿有故障，到他这没故障，把这拆弹专家给炸死。这个穆沙霍娃呢，就被俄罗斯相关部门控制起来，得审问呢。这穆沙霍娃的一五一十，我刚才说那些黑寡妇内幕，就从他嘴里泄露的。他是个典型什么呢？第3种情况，家里头丈夫死了，他带着孩子公公婆婆一块过，穷的要死，没有办法借高利贷还不上了，最后有一个借他高利贷人跟他说，你就一条道，你去当黑寡妇去吧。就最后呢，是从他嘴里把相关的这个情况搞清是搞清啊，黑寡妇确确实实啊，给人带来的恐惧感特别强烈。因为2003年有那么一次恐怖袭击，那是2002年10月23号，莫斯科呢有个轴承厂化工，哎，这一般的大剧院里边呢上演一个音乐剧，当时呢有700多观众，还有100多号这个工作人员。结果这个时候呢，车臣的武装恐怖分子啊，一接就能有40多人，把这地方就给占领了，然后都把这些当人质扣下来，几个眼都放好炸药。这支恐怖分子队伍当中，1半以上都是黑寡妇，非抽筋，非算了。那么当时俄罗斯派军队呢，跟他对峙大概有4天，这4天里怎么喊话怎么啥没用，最后一看没办法了，强攻吧。当然强攻的损失很惨重，虽然把40多个恐怖分子都消灭了，可是也有129个人质死在这次袭击当中。后来呢，俄罗斯有一家电视台把这个现场一些尸体放出来，当时就是有一个黑寡妇，
俄罗斯军队上来，他要引爆深入炸弹，结果没炸充分，他自己受了重伤，躺着奄奄一息。这个黑寡妇眼睛里充满着仇恨，没有一丝一毫要自救的概念，我就认着就死了，不在乎。可是眼睛里那个仇恨，当时让很多看了这段视频的人了感到心惊胆战。所以这个黑寡妇这么些年来，在这个车臣和俄罗斯之间冲突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令人恐怖的角色。说这两个民族这仇从哪儿来的？车臣在19世纪被俄罗斯全面征服了，但是这个地方由于跟俄罗斯之间民族矛盾始终不消停，历来的前苏联领导人处理这个事儿也没有处理太好。斯大林时期把整个车臣这个伦族这么些人都往西伯利亚那边流放，引发更大的民族矛盾。后来车臣在独立过程当中又跟俄罗斯政府产生冲突，途经2次派部队镇压车臣武装势力。你想打仗能不死人？结果这死了不少人，更加剧了这种民族矛盾。再加上这个地方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时间长了，这种民族矛盾包括宗教矛盾以及跟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所以最后形成了黑寡妇这种自杀式袭击的一个极端手段。就是从这上来的。还有人琢磨说，是不光是这个车臣这个恐怖势力黑寡妇说这个女的袭击，你要世界范围的恐怖组织，咱们这些年有的观众朋友会关注这个恐怖主义，他搞这些袭击，你会发现在恐怖主义阵营当中这个女的经常充当这种自杀式袭击，而且有的女的一看比男的都狠。说怎么这女的比男的还狠？各位你看，这个女性给人感觉就是很有爱心。大家注意，这是个双人。如果什么事你爱的越深，一旦失去了你就恨的越深。这个爱和恨是等量同级，一起往上涨。这女同志有爱心，可是女同志这要恨起来那也不同。所以这女的往往充当自杀式袭击的宣导者她那种仇恨反正比男人更厉害。这世界范围你看很有意思，包括咱们知道斯里兰卡有个泰米尔猛虎组织，恐怖组织，里边有个猛女敢死队，里头都是女的，他们也充当这种自杀式袭击。包括像德国有个什么红军党土耳其有库尔特人党里头都有女的干这自杀式袭击。那有人说这自杀式袭击它这威力很大，这从哪儿来呢？最早的时候1994年了，这巴勒斯坦我们只有哈马斯组织，它下边有这个恐怖组织，他们开始用这自杀式袭击，后来发现就死人影响这么大，比那种集体的搞恐怖主义袭击成本低多了。世界范围很多恐怖组织都这么干，包括伊拉克的像基地组织哪儿好多都这么干。那么说这个女的恐怖主义者在他整个这个恐怖主义集团里地位极为低下，要不怎么自杀式袭击经常派他去，他就是个马前卒，根本冲不上什么哪个恐怖组织领导。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往往是这个恐怖组织这个领导人或者说2把手3把手，他们自己的老婆女儿他不在乎，可以你就干着自杀式袭击，就说这些人意志坚定到自己亲人都不顾，灭绝人性。而且这个女的在恐怖组织里边经常充当什么？充当和亲的工具。怎么叫和亲呢？比方我印尼的恐怖主义者跟你这基地组织有联系，为了加强这种合作，我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头号这个大头目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个组织的头目，和亲，咱们加强联络，这就亲戚了，以后互通有无。比较滑稽的，我们知道本拉登、奥马尔，这也是恐怖主义者。本拉登的女儿嫁给了奥马尔，奥马尔的女儿嫁给了本拉登，这和咱们中国人看这不乱伦了吗？都我既是你的女婿，又是你老丈人，你也是我女婿，也是我老丈人，这不胡闹吗？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和亲，加强恐怖主义之间这种联络。而且现在呢，你看这个人物炸弹袭击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你说你绑到身上，说这你让人看出来呢？说你要炸飞机去，做安检的，这不看出来？现在有的你都看不出来，知道吗？他往人身体里边埋。咱们知道涮犊子有的
把违禁品吞到肚子里去了，有没有搁到哪儿了，这的人体，这都给那个检查带来很大麻烦。咱这人肉炸弹也是，一帮女的到飞机上搞这种袭击，就有这种形式。咱们知道女同事有时候乳胸里边搁硅胶吧，就把那炸弹就搁到乳房里边。有的男的搁哪儿呢？阑尾呢，盲肠呢，通过植入一个手术塞到里头。说那怎么引爆呢？引爆通过针管注射，往身体内注射一种粉末，啪就把这引爆了。说那你在飞机上拿出针管来，人还不查你？不一定。为啥？我到飞机上讲了，吃东西前我糖尿病患者，我得打胰岛素躲到卫生间着，打完回来一做，梆爆了。汽车往里打那种粉末。说那个由于埋在身体里边，它的炸弹威力不那么大了，那不要紧。在飞机上，我只要把你机舱炸一个窟窿，这飞机就跑不了。所有空中式袭击，有的时候恐怖分子好有的。那么说到这，咱不少观众朋友是这个活儿，女的干男的干有区别吗？那男的干没准力气大，机动灵活更好。为什么这种自杀式袭击好多时候选择女人呢？这里边原因多了去了。首先一个呢，这女同志咱们经常说这个个人感情比较丰富，容易受一些极端思想情绪的影响。就我刚才说的，爱有多深恨有多深，这是一个。再一个，在有些宗教领域之内，这女的天生就得服从男，我让你干啥你干啥，不能有独立思考。所以在进行洗脑过程当中你好跟他说话，这是一个。还有的恐怖主义者认为呢，男的恐怖分子能反复使用，女的就一次性用一回拉倒，所以让他们搞这个自杀式袭击比较恰当。再有一点，我们注意到，比方说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哪人很危险，往往我们习惯先注意男的，弱女子嘛，你就不怎么太重视的。所以女的搞恐怖袭击容易掩人耳目。再一个，穿着黑袍宽袍大袖的，里面藏点啥也放不。这跟这个都有直接关系。当然，很主要一点在于呢，这些人有不少呢自己亲人在战争当中已经死了，抓这个机会对你进行教育，对你进行洗脑，然后引来给我们服务。所以这个选择女的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这些年随着恐怖主义这种在世界范围之内新的恐怖行动展开时候呢，恐怖主义者也发现，这个我们搞恐怖袭击最主要一个目的是什么？这些恐怖分子不是说一定我要伤多少人，但是多大一个，他最关键这事引起多大范围关注。根据这种事件范围关注呢，向相关的对象进行施压，你得打压我条件，满足我这个那条件。那么我们一般来看呢，当一个就是男子搞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咱们只是停留在他这行为上。可是往往女子搞恐怖袭击受到的关注比男子大。为什么？好多媒体就琢磨了花季少女怎么他就干这个事儿呢？怎么就不要命了就干这个？因为我们感觉女人是弱者嘛，就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嘛，他怎么这不仅没走开，他往前靠了？很多人好奇，然后有的媒体就挖掘她丈夫怎么的，她怎么的，她里面有这样的传奇故事，那样的故事，谁往后怎么如何？这一宣传报道呢，女的搞恐怖袭击比这男的受到的关注度高多了。关注度一上来，恐怖分子一想，你看我们达到我目的了，吸引关注了，相关的给你的要袭击这个对象这块，政府还是军队带来非常大的这种舆论压力。所以用这个女的当这个人蛋，当黑寡妇，它也是从影响这方面考量。所以从这几点来说，现代的恐怖袭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立体化的范畴，它全方位的考虑，黑寡妇只是其中当中一种极端形式。那么黑寡妇这个方式，我们看这就是通过自残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咱们说这个民国以前晚清以来专门有个行当，跟这黑寡妇挺类似，说这研究炸弹不是没那么激烈，但是他这个行当存在的方式和行为跟这黑寡妇像，他也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争夺利益。这行叫什么呢？这行叫混混，就是混日子混，透出来有人话一混混。混混你说北京没有，
天子脚下得有这个，就民国晚清时候没有，哪儿有呢？天津呢，什么河北呀、辽宁啊，都有这混混。混混是干什么的呢？混混从脚行里出来，整脚行来扛大包、扛大个儿，就搞这种物流运输、卖力气。他从这个行当里出来，混混是干嘛的呢？就挨打的，找死的。你说还有人干这个，挨打找死，哪有这行当啊？有。我说几个现象你就明白，比方说收保护费。有人说我看过香港的黑社会收保护费，人家开饭店到那一通砸，最后就得给钱。那是电影电视里，现实当中没那么严重。说我收保护费到人家过去我就给你砸了，你砸了当地这个警察呀，或者说是以前管治安的那些捕快，他能不管？这都不管的话，你还做什么官，当什么官府？他们一插手，你这些想收保护费的黑社会干不了。为啥呢？你不要看现在黑社会多牛，跟政府干不齐，但同时打黑，为什么这黑社会就给扫平了？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呢？这就用上混混了。你比方说你这开个网啊，我开一个这个，比方说这个超市，进进出出这个顾客得从门这走吧，混混来了，往门这一躺，我不走了。你进来人一看有这么个无赖，那我能进来吗？你没法做买卖。他这人不打，他就让你打的。他有技巧，一个腿伸着，另一个腿蜷起来，等速度当步，牙齿抱住脑袋，要害呼速你实在打。人怎么这人就跟王八似的往这一趴，你打吧。怎这遍体鳞伤都出血了，我就不走，我认打。你说你拿这人怎么办？再打死了你得吃歪死。所以这老板就说得了，给你点钱你走吧，我求求你了。你还得求他。然后这时候收保护人上来了，每个月你给我们多少钱，保证不再发生这事。用这种无赖的方式来收钱，这跟自杀式袭击是很像的。这还只是挨打这会儿，还有玩命的会儿。过去你把两个黑社会或者说两个这帮派，我争这一块马图，争这一块地，怎么争呢？就比谁的兄弟敢玩命。这时候混混就干玩命的角色。比方说这一堆火点起来了，谁敢往这火堆里冲，这地就是来火的。这位呢，我能玩的命，混混站出来，可有一样，我家里穷，老板你得把钱给我家里写好合约，我替你玩的命。你琢磨琢磨，这也跟我们前面说黑寡妇是不是挺像？他冲到火堆里头了。所以这过去这混混就是要么是挨打，要么是玩命，为的是争一口饭吃。其实跟现在黑寡妇这个挺像。所以咱们这个后来书里边经常说嘛，说这人远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你要不要命谁都怕。当然咱们现今社会你这话得改了，远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不要钱的。谁都为了财，你一说不要钱，这人高。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指我朋友里当中都是有点钱的人，经常跟我交流，说老梁你们搞新闻的消息灵通，你说现在我这钱干什么好呢？本来我是炒股，说这个股票都到了这2600点左右了，哎呀，刚刚开始应该我们琢磨抄底这事了。可是又听有的股票分析师说这现在的情况恐怕还要继续看空下去，看多的人都持一种悲观的态度。那这怎么办？对这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跟我说什么？说老梁，你看现在这个国十条出台以后北京房地产这市场好像二手房降点，新房压根价都没降。你说我这点钱是不是要买房子？再接着这个炒房，能不能再挣着钱？这房价将来是涨还是跌？我身边手里有俩圈的人跟我交流的不外乎就是这两个方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琢磨走，本来股市我们请长时间来说长线的这个投机就叫投资，短线的这个投资就叫投机。说这个股票市场咱们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投机市场，金融投机市场。我清楚因为中国这个股票市场历来这个投机行为特别多。房地产市场呢，它房地产本来是个消费品，这个瓷器
不像股票那边是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世界。你最后你会发现，我现在这些人问我，无论问房地产和股票，我们感觉出发点就是在投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是个消费品的实体市场了，而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跟股票已经跟股市非常类似了，完全变成了几个有钱人在这里边投机炒作的这么一个事。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看现在国十条推白了，就说你买2套房啊，这个首付不能低于50%啊，这个贷款利率不能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这些措施对于打压房价有没有用？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这个投机市场是个赌博经济的一部分的话，你就知道这条出台解决不了长远问题。治标不治本，它打压的只是一种需求。就说我现在有投机需求，那好，你得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完成投机。那么他接下来把这部分需求打压住之后，并没有解决投机资金去哪儿的问题。股市现在不行，投资其他地方没有恰当渠道，只要房子这块稍有风吹草动，这些资金还会进来。这你就即使提高他首付比例的话，那人家有钱的人不在乎，我全款呢。后来你看好多地方采用变动方式，房地产发行商说，你如果要买我这房子，不要你首付达到50%吗？你要给你垫10%到20%，你就拿40%到30%就可以了。但有变动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就说国十条打压的只是这种短暂的投机需求。怎么样看这种投机没有一个宣泄渠道，房地产市场得到点动静，它还要回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打压是什么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上涨的根本问题，只是为了不让房价这个狼继续上涨存活下去，他把这房价丢的这些羊也给掐死，就是为了把王饿死，把羊都掐死，狼和羊同归于尽。这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办法。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好多朋友就是你老梁坐着上嘴风下嘴唇，一说很容易。那你说我现在，你说我想买房子，我也不知道这价还是落啊，我该不该买呢？今天咱们这期就给大家基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分析完之后，可能您就会对未来有一个相对不敢说绝对清醒的这么一个判断。首先一点，我们说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这个房价为什么按不下来，一个劲儿涨？什么原因？可能是这样，我知道这开发商也说了，有的经济学家也说了，无非那么3点吧。第一呢，土地供给比较紧张，土地最爱稀缺嘛。这温东里说要保18亿亩耕地红线，这土地更稀缺。第二个说这住房供应量不够，你要的人多，供应量少呢不涨价。再就刚性需求太大，不是光是投机的炒作的，而是这些确实想住房的人需求量太大。说这3点摞一块儿，你看对不对？你提供的量比需求的量比要少很多，你要说供低于需，那肯定价格就上涨，这不对呢。过去曾经对，现在这3条一条都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从小给大家分析，说第一个，土地供应这比较紧张一点都不紧。现在在中国开发商手里囤积的没有盖房的土地有多少知道吗？3亿方米。你只是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间，政府批给开发商的地，我40%没盖房，根本就没开发。开发商手里囤积了大量土地，你说土地供应紧张，那是胡说八道，根本就不紧张，就是开发商都到捂着呢。第二个，说这个住房供应量小，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一年呢大约得盖20亿平方米的房，这个其中呢有商住房，有民宅。那民宅呢，每年中国城市大约得盖5亿到6亿平方米的房子，农村要盖7亿到8亿平方米房子。咱们说商品房，主要说城市里这个5亿到6亿，这个供应量是非常聪明的。
有人说那松州还不少人没房子，可你注意看，买房子的人基本都是已经有房，那些没买房的等着买房的，这人得占80%才买得起房。到那去买房的，这恨不得80%人手里都有房，但松止率太高，他房子这个供应量够，但是一方面有人买不起，另一方面有人多买，这是头一。这不是房子供应量不够，是完全够。那第三个说刚性需求太大，这样外来人口也多呀，要住房的多，这个不能算完全的刚性需求。刚性需求指的是什么？也有这个能力，通过我自己融资，我起码能有付首付的能力，然后呢，到了结婚年龄了或者老人要来了，这叫刚性需求。我1分钱没有，我搁什么买房子？这不叫刚性需求。你比方说，中国现在大量的农民工有个城市，以如生活在城市的周围，这些大学刚毕业的，生活相对比较贫困的，还有城镇里的下岗职工，再加上因为经济失去统计这些农民，就这些人，他最需要房子住，他算刚性需求者的，为啥？他太差钱了。你比方说一个当美方，说卖200万，他买不起，100万、50万、40万、30万、20万、10万，甚至1万块钱，他都不一定能拿出来。这能叫刚性需求吗？性需求是指你现在只想住房子，且有能力起码付个首付的，或者投资就付到首付的，这才叫刚性需求。那一点真拿不出来，就不能叫刚性需求。或者说，中国刚性需求大不大？挺大，但没有开发商玄乎的能力。那么这几点挖到一块儿，你说好像土地供应也充足，房子也够多，商业机构也没那么大，这房价怎么还涨呢？你要按照市场理性的角度来说，你比方说价值规律吧，说这个如果供大于求，那么价格下降，那供低于求，价格就上涨。那现在明显供应跟求之间最起码是平衡啊，按你这么分析，怎么价还往上走呢？这是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的方式。理性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呢？愿买会卖，贱的时候买，赶贵的时候卖。如果一旦供应量提高了，我价得降下来。一旦供应量如果是下降了，价我就涨下来。这是价值规律体现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但是中国现在房地产市场，我说了，不是我们说那种理性的市场经济市场，而变成了一个跟股市一样的投机市场。中国人在股市上怎么样，大家都能看见。非理性的赌博经济怎么特点？如果说理性就是贱买贵卖，非理性的就是追涨杀跌，越涨越买，到价了反而也不买了。越贱价的时候噼里啪啦我该卖就卖了，越贵的时候我要捂着，我还得往进吃往进买，这是种赌博经济。那个赌博是谁参与的呢？有炒房的，有地方政府，有开发商，单方面参与的这么一个赌博经济。赌博经济方式是非理性的。比如说，那他赌博总得看利益吧？他能看到怎么利益呢？各位别忘了，刚性需求虽然不像开发商玄乎这么大，可确实有。这些人在这顶着快要买房子住，因为那些炒房的就觉得我不怕我手里房子出不去。为什么房价还在涨呢？是因为房价正在涨，只要它正在涨，大伙儿就觉得哎呦，这房价正在涨，我这钱搁到里头赔不了，我起码能保值，弄好了我就增值翻番。所以不涨了，你要这房价往上涨一点，就会有大量资金进行投资，越进行投资，这房价越往上翻。就已经跟有多少人需要房子都没有关系了，这变成了一个像一只股票一样被炒来炒去的赌博式的一类。所以你看现在炒房这些人，你给他的价租的房他都不租，为什么？就等着我低价买来，在我这等来，你翻一番我再卖出去，我再拿着租给那样费那个劲，我这么一手一手倒，我就把钱挣了。所以中国现在的房产市场已经成了一个赌博经济的骗钱了，不已经进入一种非理性阶段。就这个说你按市场规律来说的，该涨了该落了，完全没有特算。因为赌徒的欲望是贪婪的，那就手里走哪的要就是无止境的，我越多越好，越多越好。现在感觉有这种刚性需求在顶着，那好，
我就不怕没人接盘，我就可以把油气往下去。所以说，这个是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面临最大的一种风险。这种赌博总有崩盘的一天。自从我们80年代炒君子兰，前一段时间炒普洱茶，那普洱茶哪值这么些钱？你就茶瓶5、6千块钱，而且那味儿跟酒糟似的，哪值这么些钱呢？就是人为的把它一圈炒起来的。那么普洱茶它不是生活必需品，它再炒对国民经济影响并不大。可是房子不也，你这么炒下去就有问题了。那么说这种赌博式的房产经济是怎么诞生的？我认为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搞市场经济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市场经济所有的规则引进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中。就是我们说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上，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新自由主义就已经蔓延到一些社会保障领域，包括医疗领域，医疗产业化。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杀进教育领域，搞教育产业化。这些年又撒到房地产领域。不是说这些领域不能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但是房地产跟医疗、教育各方面都一样，它是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公益事业，必须先国家保障弱势群体，有社会政策在里边，然后才能引入市场经济机制，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对标它扶持啊。可是这些年中国在这些领域里几乎没什么社会政策，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变成了经济政策主导的，什么都用来挣钱了。所以在房地产领域就出现这个现象。咱们过去都是单位福利分房，很多家都有一套房子都是单位给分的。那么福利分房那个时候呢，分来分去，政府扛不住了，负担太重了。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呢，福利分房是个最大一个代价。到后来政府扛不住了，取消福利分房，然后货币化分房，然后进而走入商品房阶段。不过你接下来发现地方政府开始卖地了，进入商品房才能挣钱了，地方政府财政就指着这个了。所以它出现什么情况呢？本来这个房子是地方政府最大的负担，现在变成了最大的收益。卖地挣钱，本来它是职工最大的福利，现在却成了生活最大的负担。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刚性需求是怎么来的？就是政府其实没有解决好这些低收入群体、普通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把他们都给赶到商品房里边了。过去我们说有钱找市长，没钱有钱找市场，没钱找市长。你要没钱买房子，就得让政府来给你解决这是一个国家政府对老百姓负责任的一个根本态度。那么现在出现的情况呢是，这些基本的应该被保障的住房人群并没有得到保障，他们都撵到商品房里，比例他们要耗费一生的积蓄甚至都不够来买这个商品房。所以这种需求支撑着这些投机分子，他们认为肯定有人接盘，把房地产市场变成一个赌博的这么一个领域，而且房价一个劲儿涨，下不来。那说到这儿呢，当然可能就民众啊说，就说现在的房价怎么能降下来？定期先要把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不让它成为赌博经济一部分，不让它成为投机市场。那么怎么样不让它成为投机市场，让它回归理性？那就给政府必须解决现在刚性需求这部分人的一些需要。怎么解决？我们可以借鉴几个例子，其中新加坡搞得非常好。新加坡的房价也非常非常高，可是老百姓一点怨气没有。为什么呢？新加坡首先政府建了大量的就是我们说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这个以平价或者租赁的方式给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让他们住。其实这些人仍然住的不到100平米啊，或者户型差点，但我都有地方住。那么都有地方住，这些人就不成为商品房市场当中最主要的刚性需求，而且这部分住房占整个资产化住房的70%，剩下的30%都被商品房你跑去，跑得越高越好。所以新加坡有的住房是北京的价格甚至好几倍往上，但是老百姓没什么怨气，因为你炒只是一部分商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有住房了。所以在我们国家迫切要建设的就是2部分，保障性住房这个体制要覆盖70%的中低收入群体，保障性住房要占所有投入市场住房的70%，剩下的30%作为商品房，你爱炒就炒着，你炒着再狠，
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你价格高，我给你收税也多，收完税我再补贴保障性住房，它能起这作用。就是只要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保障性住房，那么相应的这部分刚性需求就会转移，就会使这些投机分子觉得完了，政府这边用低价解决这些住房问题，我这边再炒没有接下家了，自然他就退出这种赌博制的房地产市场。这样的话，房地产市场才能恢复理性，变得不再投机。怎么能比这利润大？街道都没这利润大。这是种赌博经济。这个赌博是谁参与？这个小幅回落就是大家短暂的抓这个买房子。比如说你说这个现在政府我们现在政府还真做这个事儿，来一段时间中央政府跟各个地方签嘛，保证住房要占多少比例。可是对这个事儿我不抱太乐观态度在哪？刚刚协议容易，建的房子也容易，最终这房子流向到哪儿？比方说经济适用房，咱们各地方都搞。而经济适用房你发现被什么人占着了？有的人说那住经济适用房的不仅不是穷人，反而开宝马奔驰。经济适用房如果真要解决根本问题，就不能允许它走向正常市场。允许你卖也行，必须原来多少钱买多少钱卖，而且卖给国家，你不能卖给个人。就是经济适用房只有不上市不自为商品流通，那才是真正经济适用房。而现在我们允许经济适用房流通，这一流通产生利益，就有人撅着家往进夺吗？这里头就存在大量腐败，腐败对我们社会集体渗透的还不够。所以说政府要花力气建设保障性住房，它还需要研制一个妥善的监管办法。那么各个地方建保障性住房容易，把这个体系管在，如果按我个人的估计，恐怕没有4-5年，这个保障性住房比在全国很难建起来。但是只要建起来，你记住，商品房市场肯定会下降，价格肯定会下降。但问题是4-5年才建起，第4-5年间怎么办？这4-5年间，商品房是一定会涨的。也有人说，照你老梁这么说，我们这也不用买房子了，是一直往下涨，我们怎么办？这国十条啊，暂时提了这种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那么在70年年底金九银十这一段时间到明年年初，起码二手房市场会因为这种喊呀出现一定实力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你自住型住房非买不准的话，你就赶这时候。过了明年3-4月份恐怕是房价但野马一样就甩。当然我说这是主要指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那么说说2线城市，比方说像沈阳啊、哈尔滨啊、什么长沙呀、这个武汉这类的城市，它的幅度没有大城市这么大，但是起降的规律跟我刚才说这个别无二致。如果你这地方保障性住房解决的好，它的商品房市场一定会很平稳。也就不好的话，它一定是大起大落，而且大起的时候要比大落头多得多。规律也跟我说的差不多。那么买房子，有的人买不起，说那我租房。可现在你会发现租房那个市场也出现了很大问题，租价在累累推高。有很多人呢，我房子捂着我也不租，我就等着翻番以后我再卖出去。所以租房这个市场现在也出现了非理性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从租和买之间的关系探讨，弄出了一些我们听起来有点一笑皆非的论调。比方前一段时间北京晚报登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它的背景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有一位新上任局长，兵官上任3把火，要整顿一下这个北京市的娱乐场所。那么就把这个朝阳区自家比较大的娱乐场所夜总会晚上突袭去查，总共查了550多个三陪小姐，公安管它叫陪侍小姐啊，民间说三陪小姐，其中有全国知名度极高的夜总会天上人间，是北京这家夜总会全国知名度都很高。那么这北京晚报这个作者就从这种事上分析了房地产市场的拐点，他分析的很有意思。而你看啊，在北京这个三陪小姐本地人不干这个，都外地来的。那些三陪小姐来了呢，她主要先得租房子吧，就算3个小姐租一套房子啊，你得租房子吧。另外一个她得打车，在客观上也拉动了这2方面的经济。尤其租房子这个，按同比例测算一下，这朝阳区这4家呢收租了550个小姐，按这个算，整个朝阳区
再加上北京下辖这几区底线，垄断一块算，北京大约有3倍小姐，只有将近10万。那么这10万上面他得租多少套房子呢？大人租一套吗？你算吧，就得租北京将近3万多套房子。那3万多套房子，如果北京刮这个事儿的话，你比方说这些3倍小姐干不下去了，撤离北京，那好，这3万多套房子空出来了。供出来的这房主暂时现在国家调控卖不出去房子，他也得再租吧。3万多套房同时上市，这租价不就降下来了？因为这供大于求了吗？这讲理的，租价一降下来，有不少人拿着钱等着买房子。觉得租房子价也不便宜，也挺遭罪的，东搬西搬的，等着买房。一看租价降下来了，哎呀，那我就租吧。这样一租房子，他不就不买了？一不买，那到当地需求又下降了。这房地产市场拐点不就出现了？你看，他这么分析，说实在，这种分析呀，没有多少合理性。我觉得每个人听起来都觉得丝丝入扣，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反映在大城市居住的人了，密切关注房地产，哪怕有哪个地方风吹草动一下子，他觉得都应该跟房价涨落相关。那时反映了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一个迫切心理，这房价别再往上涨了，往下降。